4.3，我成为了活泼可爱的萧公主。在对萧公进行了一番透彻的探索后呢，对于这个角色有了主流以外的认知。在主流的认知中呢，对于萧公的定位是一个战绩启动的平 A 弓箭手，大招是抠掉的。那这个定位呢，应该说是目前萧公最容易打出成绩的思路。但他的天赋设计，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这不是挑明了说萧公是可以打接力，而且还是一个攻击力管吗？也就是通过开 E 之后平 A 去叠满天赋，然后开大下场切队友输出，给全队带来20%的攻击力提升，对吧？那这个设计思路我觉得写的是非常的明显的。那如果我们给萧公穿上宗室套，那么萧公开大之后不就可以给全队提供40%的攻击力加成了吗？也就是说，一个0+0的萧公自身差不多能贡献28万左右的输出，然后呢还能拐全队，这就有点像低配的火元素弗妮娜了嘛。那么问题在于，为什么萧公的接力体系一直默默无闻？我想了想，有几个原因啊。首先，萧公是一个到期角色，在刚 up 的时候呢，流行3拐1的配对思路，比如雷九，比如神里，所以萧公也是朝着3拐1的方向去进行组队的。那其次是萧公当时确实也没有接力的队友，那没有队友肯定是玩不了的。而之后呢，须弥又是主打精通的国家，枫丹和生命值的关系又更大，所以除了 2.6 出了灵人这样一个可以做队友的角色外，整个体系的发展是停滞的。然后一点呢，是我们之前提到的，就是如果真的推了接力这个体系，那么接力这个玩法有什么自己的优势呢？好像并没有。那么如果这个玩法没有什么独特的优势，在操作上呢，还需要每个角色都切出来输出一下，这种操作的复杂程度，我觉得玩家可能就不太会去选择了。而最后是接力的这种玩法，除了需要角色自身有一些输出，还需要角色能够在后台做一些贡献，不管是贡献伤害还是提供增益效果。那这样一来，一个角色的战魔就会比较多，战魔多，数值上肯定就不会像主 C 那么充足，伤害太高的话，玩家就会拿它去打主 C 了。所以呢，当一个角色有输出模型，但输出的表现又比较一般，那么选择这个角色的玩家就会比较少，在社群里呢，也就很难看到相关的内容了。因此综合来看，萧公的接力玩法主要还是没有队友，且玩法本身的竞争力是偏弱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会发现最近几个版本上线了纳维亚，又上线了千之，这两个角色呢都是可以打速切和接力的角色，那是不是说明在未来可能这个体系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呢？所以在当下我就研究了2支队伍，一支是萧公灵人的接力队，灵人开大提供普攻增伤，然后行秋或者叶兰开大进行协同攻击，迪西亚开领域触发千岩20%的攻击力加成和提供抗打断。萧公穿上宗室套，打完之后开大切灵人输出，此时灵人可以享受到攻击力加成和自己大招带来的普攻增伤，当然循环是要做好的。萧公如果双火要保证循环，那还是得堆150左右的充能。然后在叶兰和行秋的选择上，选择行秋的话，萧公的攻击力会拐到更多的角色，同时队伍生存呢也更有优势。那选择叶兰显然在伤害上会更有优势一些。当然如果没有克制班尼特的怪，我觉得把迪西亚换成班尼特，这个队伍的伤害一定会更高。另外一个就是萧公超载，那这个队伍其实就是林尼超载的同款，把林尼换成萧公，那么在这个队伍里8冲又迎来了增强，可以吃到125%的攻击力加成，输出相当在线。圣遗物选择黄金剧团，把自己的增伤城区给堆起来。不过这个队伍呢，对于萧公接力方面的应用是比较弱的，主要还是利用了攻击力加成的特点。我觉得以后说不定克洛林德可以代替8冲入队呢。之后进入纳塔，如果设计的核心和攻击力有关，又出了一些接力的队友，那说不定接力这个玩法在未来就又启动了呢。而萧公这2个长期闲置的天赋，在未来说不定又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呢。让我展开一下美好的想象吧。好的，那么本期就到这里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